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小孙23岁，来自辽宁学生；小王22岁，来自辽宁学生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喜欢做模型是吧？对啊，吃模型的醋了。是大学同学是吧？两个人怎么好上的呢？我们两个是一个学校，然后一届还是一个社团的啊，然后挺巧的，就是家还是一个地方的啊，所以之后就在一起了。就是有太多的巧合是吧？谁追的谁呀？他追的我。顺利吗？追的？不顺利，当时追了283天吧。呀，这日子你都记得住啊？是怎么追的呢？就是一点一点的，每次就是比如生病之类了，给他送罐头，然后特别关心，然后自然就在一起了。就属于一个很心细的男孩是吧？对，感动你了是吧？行吧，那咱们就说说现在怎么了。就是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并不玩这个模型后来我们两个在一起半年之后，有一次逛街的时候，他看到这个模型了，就跟我说：“我可不可以买这个呀？”我觉得一个男孩子喜欢这些东西也很正常。然后他买回家之后，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我也陪他一起做结果慢慢的，他就开始暴露他特别喜欢模型这个事情了，一点一点的把所有时间都放在模型上这所有时间我们怎么理解呀？吃饭啊，平时我俩逛街的时间什么的，他都给模型了，没有我的时间了已经。模型其实分很多种类，你喜欢哪一种啊？大概什么都有吧，像什么飞机啦、坦克啦。这成品加工的那种是吧？对对。然后自己喷涂还是什么？自己喷涂现在是做场景啊，还是做什么？就做单个的。单个。我是一个模型爱好者。来看一看你的作品有吧？有。我们先看一下作品这是一艘船上的东西这是原件对吧？对对。这是做好了，做完以后喷了色了。对。小汉吧。这个是不用喷漆的对吧？这个也用，这个比较大，1:6。这可以。还有吗？就带了这些。这多有意思啊！他做的是蛮好的，但是那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，你也不可以说你平时陪我的时间都陪模型了吧？然后我一说他还生气和我。他就是天天挑我，没时间陪他。那是不是天天不陪人家呢？也不是，就是做这种东西也是需要用心嘛。就抠起来就没完，总有没干完的事儿。那你用心抠你的模型的时候，你处什么女朋友啊？你陪模型不就好了？那不还是你重要一点吗？我重要一点，你还总因为模型和我吵架。之前有一次吃饭的时候，我叫他，我说吃饭吧，过来了，坐在那里紧着看他那个模型的群，然后跟人家在里面分享消息一直在聊。我说你快吃吧，就行好马上，特别敷衍我。然后我稍微有点生气，等他要吃饭的时候，我就说不是给你买的，然后他就生气了，当着我朋友面转头就要走。我当时就觉得挺下不来台的。当时叫我吃饭，我做模型嘛，我也没生气当时到那儿了，然后我就看了眼群嘛，也就差不多剩2条就看完了，他就生气了。然后我要吃饭的时候，他就说不是给你买的。哎呀，这不就开个玩笑吗？你吃不就完了吗？特别严肃的说的。这有什么呀？恋人之间对不对？你就走了？我也挺挂不住的嘛。你看两个人谈恋爱看电影总正常吧？正常。之前我们两个刚谈恋爱的时候，他就是挺细心挺浪漫的人，每天都是咱们两个去看电影吧。然后可能比较晚的时候了，有那种夜场呢，我俩也是连着看，一周就7天，怎么能看8次9次吧，就特别频繁。然后现在就是我主动叫他去，我说咱们两个去看电影吧，我不去。我说为什么呀？你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没有原因。然后就变
边弄他那个模型边跟我说，然后我就挺生气的，我说那你就说你想在家弄模型就好啦。啊，不是，我就是不想去。哦，我问问，你是先谈的恋爱还是先喜欢的模型？先谈的恋爱。哦，等于谈了恋爱之后，然后开始入的坑，是吧？对。哦，等于时间给那个就多一点，是吧？他也有阶段的，慢慢来。现在谈了几年了？1年多点。模型玩了多久了？半年吧。啊，半年，整是那个玩的最昏天黑地的时候，慢慢就好了啊。他没有慢慢就好，就变得越来越过分啊。前一段时间我生病，自己在家凌晨的时候，我发烧到38度多，我就特别难受。当时我在家，他在学校那边，他有个考试没考完，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我说我生病了。他以前一定就是特别着急，特别紧张，就像他说还半夜去给我买罐头。这次可好，我合计他那个有考试就别来回折腾了，挺麻烦的，费精力还费钱，他再考不好试也挺不好的。我说要不你过2天再回来吧，我自己去打个针，兴许就好了。他可好，那好，那我不回去了，那你自己待着吧。啊。这跟模型也没啥关系啊！我早上一醒，看到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。”我做了1晚上的模型。不是，这是考试不考了？那科已经胸有成竹了啊，会过的，但是晚上也睡不着觉。哦，在那儿躺着也是躺着。那为什么人女生一说不用去看了，你就说不去了？那考试都胸有成竹了吗？那天7号早上有一科，然后10号还有一科，觉得就是7号回去了啊，9号晚上还得又折腾回来了。人家一个外人都知道，哎呀，我给你叫点药送到家里吧，你量量体温。你可好，什么都不说，那你睡觉吧啊，那好，我不回去了。所以从女生的角度来看，是被冷漠或者叫被忽视了，对吧？啊，还因为这个发生什么冲突啊？还有就是挺费钱的啊。他整那个模型，一开始的时候是200、300，这也无所谓，他喜欢就好。然后后来他说：“哎，这模型能赚钱。”我说：“那更好啊，你既做你开心了，你还能赚钱，多好。”然后他第一次卖那模型的时候跟我说：“我这能翻倍卖，我怎么都能至少赚300块钱吧。”最后卖出去了，然后那快递员找我要邮费的时候，管我要了40块钱。我回家问他，我说你卖多少钱啊？告诉我没赚多少。我说没赚多少是多少？他就总共就卖出去几十块钱，还搭出去邮费。你在家弄这么久，还什么钱都没赚，还搭钱。当时买这个东西不都是喜好吗？对，就是哪个自己哪个喜欢哪个就买了。怎么舍得卖呢？一般做模型的人，我自己做的真是舍不得卖。真的没地方啊，没地方放。对，也享受做的那个过程。那为什么还赔着钱卖呢？也没有赚个20块钱吧。哦，就还赚了20，姑娘，你做多久你赚20块钱？你时间不是钱吗？你第一次我就忍你了，你第2次呢？他买了个就是刚才短片里放那个摩托车啊，那个是1000点买的，他在家大做了半个月，又喷漆又弄这又弄那。但是你手速挺快的，最后卖了1200啊！一开始跟我说我能卖2000，你做就做了，你能不能不要每次都说啊，我是为了你我才做的，我能赚多少钱？你好辛苦。最后呢，做了半个月，赚了150。也算挣了100块钱哈。这个题材没选好。题材没选好。你题材没选好，你从坦克到机器人又到飞机，现在更过分，你花5000块钱买个船在家做，得做1年。你告诉我能卖2万，我现在我都不敢信，我都怕你做1年卖5500。这个简单的那个说一下，因为我有一段时期就比他入坑还深呢。其实那个东西本身并不是特别贵，但是你要做好它，越做越像，你还得查一些照片，查一些历史资料，对吧？你得跟那个当时的场景，看我们俩有共同语言，跟历史的场景合在一起。然后有一些套件呢，它本身配的它是个塑料的，你要做的逼真呢，你光涂漆，到了一定级别的时候，就涂漆就不行了，你就要改套件。改套件就要把它变成金属的，对，金属的还要做打磨，
所以你要改好多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包括用什么样的颜料，你要不要改这个小喷笔，对吧？换不同的东西，确实挺花钱的。女生现在担心的是说，这个做完以后要赔大钱，是吧？也不是，就是他买一个还没做呢，就买下一个。那咱俩都说好了，你这个船你耗时也长，然后费的钱也多，你就做完这个之后再去做下一个。他可，我这次叫他说我们两个上节目解决一下矛盾吧。刚来，然后联系网上人家有卖那个模型的，立马买了一个。你陪我来上节目的时候推3阻4的，一听这面有模型，立马就来了。我跟你说分享一个心理啊，他做模型是这样的，就看到好模型就忍不住要买，打开之后有的时候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可能就放下了，放下就是做不下去了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感觉，我有一些模型是我做了一个大炮，1米多长的，全喷完以后大概做了2年。你是做一做你会丢一段时间的，就是我做不下去了，我放一段时间，我可能换个东西来玩。我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给你介绍他这个心理，我觉得你把这个心理了解之后，你再去揣摩。那行，你买模型5000几千你舍得花，我俩过纪念日什么都不做。我提醒他，我说那我想吃个苹果总行了吧？我说吃不到苹果，橘子行不行？你给我买个橘子总可以吧？晚上我见到他了，我说橘子呢？没买，为啥呀？我没钱了。这还让人怎么替你说话呀？你说吧，自己说吧，为啥呀？当时吧，就是家里没烟了，下楼去买烟了，但是一看钱包剩3块钱了，没办法了。那是买完烟之后，那你还跟我说你戒烟呢？你怎么不先给我买橘子？没转过来那个弯儿。给人道歉没道歉啊？道歉了。你道什么歉了？道歉跟我说，那咱俩第2天再去买吧。我说那好吧。第2天我主动提，我说走吧，咱俩下楼买水果去。哎，不行，我脑袋疼，去不了。你当时睡得都晚。你为什么睡得晚？还不是因为你弄模型，还总跟我说，哎，我头疼，我腰疼。他那个喷漆，然后可能就是味道比较大，挺刺激的，然后就头疼。我说那你休息1天不就好了？然后咱们2个第2天出去逛下街吃下饭啊？不行，为什么你在模型那里受的累，然后要找我来让我承担，让我承受啊？那你倒是有点男子汉样，你跟我说我赚钱养你，你倒是这么说呀？未来是就是模型其实是个喜好，还是真的想把它当喜好？就是个喜好。对，是想就没把它当成一个赚钱的职业或者营生吗？没有，只是一个喜好。那以后做什么呢？有规划过吗？等毕业以后再看吧。但是女生就觉得压力很大了，是吧？因为她家里一直都知道她做模型这事情，但是不知道的是，她其实就赚了100多块钱。她一直都跟家里说，哎，我这个花1000买的，其实我赚了2000。我这个5000块钱买的，我能赚2万，都一直这么说，家里也都一直都以为他一直在赚钱，然后等到他家里一问我还得对，他没错，他赚钱了，他现在特别好。这个家里面经济条件好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能支撑你的爱好吗？那倒可以那你以后工作之后，你自己挣了钱了，能支撑自己的爱好吗？我感觉工作以后基本没有什么机会碰这个东西了。那就听明白了。所以女生现在觉得几重压力，第一是在时间上，觉得她没时间，觉得这个男生开始忽略或忽视你。第2个层面呢，其实是来自于说，在经济上面，女生觉得压力很大。女生一直在说，我重要还是模型重要？看起来好像是一段感情和一个男人喜好的一种对峙，其实这个背后藏了很多现象。我们来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有爱好的人生才是高级的人生，但是爱好不等于人生。小孙其实是一个非常专注的人，刚才提到说追了女孩283天，这种追求其实时间跨度是比较长的了。我为什么说你是一个专注的人？这283天你专注于追求你的女朋友，过了这283天你专注于玩你的模型，你只能专注于一件事情，
在这个专注的过程当中，就会忽略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。你比如说这个女孩，我其实蛮理解她的。你说如果你喜欢上了其他的女孩，她的情绪还有可以发泄的地方，但是你喜欢的是模型，这个模型抢我的男朋友，抢他跟我在一起的时间，抢他对我的关注，我怎么办？我冲他发脾气，我说你个摩托车，你说你长这样啊，你还跟我抢人？没办法，他没有情绪的出口。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对他的忽视已经到达了一定的程度。比如说，在是给自己买烟，还是在给他买橘子的选择上，你选择了你自己。在是享受自己和模型单独相处的时间，还是给予他陪伴的时候，你选择了自己。那作为一个女孩，我要谈恋爱，我要享受青春的这种甜蜜和幸福，我要有一个男孩对我的关爱，但是他没有，所以他很难过。但是这女孩完全没有错吗？也有。我听到了一句话挺刺耳的，孩子，你说那你赚钱养我啊，透露着那种嫌弃。你是仅仅嫌他做模型吗？仅仅嫌他不陪你吗？你也嫌他不挣钱吧？可是他还在读书啊，还在上课啊，还在学习啊。所以我觉得都把自己更放得平常一些。男生要把自己的专注进行时间的区隔。吃饭的时候就是吃饭，陪女朋友吃饭；看电影就是要拿出时间陪女朋友看电影。把更多的时间划分到学业，划分到亲情，划分到爱情当中，留一小部分的时间满足你的个人爱好，享受你单独的空间，这是你需要去调整的。给到你的建议就是专注力的时间区隔。给到女生的建议就是平常心面对爱情。祝你们幸福，谢谢。我觉得姑娘没有嫌弃这个男生，有嫌弃也是爱里面的嫌弃啊，不是那种打心底的真心的嫌弃啊。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啊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当男生还沉浸在自己的精神喜悦的世界里面的时候，姑娘已经感受到外界物质世界的压力。其实爱好是好的，爱好让我们显得与众不同。爱好是一个人和别人之间就整体上面是我们人生力量的来源。但是爱好这个事情，它意味着你在精神喜悦里面你的偏重过了。一个人的精神喜悦它分成两大部分，一个叫自我满足，一个叫情感需求。所谓的情感需求，就你们两个人有情感交互，那是情感需求。还有一种自我满足，就是我自己搭完这个模型我特别满足。自我满足是一个个人的事情，但是人还要需要精神需求。你把自我满足那个份额占太多了，忽视了情感需求，更忽视了对方的情感需求。他要的东西就是你跟他之间的情感交互而已。但是你通过了自我满足获得了那么多的精神喜悦，他没有。你通过自我满足花掉了那么多钱，他感觉到经济的压力，这才对你有所不满。不满的核心的原因在这个地方，对吗？你不要只在自己身上找自己开心的东西，你也要从自己的伴侣身上找开心的东西，在自我的坚持中看到对方。谢谢大家。小孙、小王，你们好啊！小王，现在你正在经历自己的男朋友与模型处在热恋期的这样一个状态，对不对？有这种感觉吧？因为他在经历爱情之后呢，我们的感情一定是会进入到一个平稳期的。我们经过了那个甜蜜期，一定会进入平稳期。那进入平稳期之后，你就会成为他生活当中很正常的一个部分了。那他这个时候，他的生活当中又出现了另外一个爱好，所以他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个上面。这件事情其实可以理解，但是不理解的是他做这件事情不适度，就是因为对他的过度关注和关爱而忽视了你的存在。其实打败爱情的是什么？打败爱情的就是细节。就像你做那些大模型，都是那么一小点一小点的零件，把它一点点组装起来的。你知道要完成一艘巨轮或者完成一个摩托车需要多少个零件，
丢一个，你可能再找不到这一个零件就没有了，你的模型就不成立了。爱情也如此啊，所有的最后爱情终结的，都是因为一小件一小件一小件事情累积成了最后的埋葬爱情的坟墓。你就比如说你们纪念日他要一个橘子，你没有钱，变一个方法，我给你做各种各样的一个什么礼券，手写的，比如说我陪你去逛街的礼券，或者陪你去很多的，只要你花心思在他身上，把你花在模型身上的心思转移一些放在女朋友身上，我觉得他就会感受到幸福，会感受到你对他的关注的。他现在就是来找关注和吸引你的。好，祝你们幸福吧，谢谢。其实女人是喜欢认真的男人的。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与之无深情。一个男人如果在生活当中对某一件事物特别有癖好，其实这样的人往往率真、可爱、执着。其实那种专注的眼神是非常吸引女人的，你很清楚。就每个男人其实都有一个大玩具，当他执着于某一件事物当中去的时候，他所作所为和形态，其实女生都觉得特别可爱，就像一个孩子抱着自己的玩具是一样的。但是长此以往的相处了之后，当你变得开始不理解的时候，那么他当初的率真就变成了幼稚，他当初的执着就变成了固执。其实说句实在话，虽然对某一件事物很痴迷的人，的确那种专注的眼神会吸引别人，但是他那种专注的程度，那种固执的程度，你往往很难了解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对某一些方面特别痴迷的人，之所以有这样的爱好，都来源于他的成长，来源于在成长当中他有一个情感的缺口。比如说有些人特别喜欢养狗，可能是因为狗在童年的时候陪伴了自己。有些人特别喜欢做模型，也许在小的时候他缺了那么一样玩具。所以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，要理解他为什么对某些方面有如此的痴迷，你应该去了解他的童年有什么样的缺口。当你爱的深沉的时候，也许你就理解了他为什么如此专注于一样事物。但我知道这很难做到，所以你会发现有癖好的人很难找到一个完全能够包容自己癖好的人。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要有所克制，这种克制的程度是让对方不尴尬。你现在就让这个女生感觉到尴尬，例如一个橘子，例如你的模型还是她的问题，所以你应该尊重对方对于你这种兴趣的包容。你不能因为我喜欢这个，所以你就要无条件的包容我所喜欢的东西。如果你要是让对方也觉得尴尬的话，那么你的这种兴趣对于你而言，除了是你个人的兴趣，是自私之外，还能代表什么呢？你明白吗？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其实我不是反对你玩模型，我只是希望你分清我和模型。分清啥呀？因为他做模型的时候，我是学美术的，然后他那个模型挺多东西都需要我帮忙。两个人刚开始一起做模型的时候也特别开心，但是慢慢的，你把我从模型里完全抛出去了，你只要你的模型了。哎，学美术的，让他帮你多好啊！所以你看，女生最终说出一个委屈，就是你把我开始在你重要的一部分世界里把我撇出来了。听明白了吗，小子？听明白了啊。行了，怎么决定你们自己来吧。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亲爱的，其实我做这个模型只是一个喜好，也没有就是说忽略你了。我知道你喜欢这些东西，我只是说希望你分得清
你自己的学业，还有你自己爱情。模型你可以爱，但是你不能只爱你的模型。你还有我，但是如果你再这样的话，哎，大家跟你说了半天，你怎么还没明白？其实，对于对恋人来说，共同经历一些兴趣爱好非常非常的重要。难得的是他还喜欢。你未来你要做场景的话，学美术的人能帮你构建场景这件事儿就太棒了。行吧，不说了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请我们的这对恋人打开君乐宝，长知识了，爱的金鱼箱。啊，这是一个步兵车的一个底座件。这要表达一段什么记忆呢？当时就是他快要过生日了，这个有人订出去了，然后我就很专心的做嘛，我要拿这个钱给他过生日。然后他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回来就把这个生气给摔了。其实我心里一直是有你的，也没有忽略你。女生这个是什么呀？他追我的时候送我一条狗，一只萨摩，然后我俩中间闹别扭的时候，这只狗就被他带走了啊。然后就是因为他模型啊这些事情乱七八糟，他需要出去，狗狗就被他放在家里了。第二天回家的时候，狗就因为他没在家，然后死掉了。当时托我朋友在照顾。啊，然后那个绳子是狗狗的链子啊。我想告诉你，这绳子最开始的主人已经不在了。如果你还是只爱你的模型，一点都看不到我的话，那可能咱俩的爱情也会跟咱最开始第一只狗杏仁一起没掉。哎，谢谢你们的分享，请回，谢谢。谢谢老师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来看这对年轻人的选择，请开门。我就知道它是爱，但你不会挣脱它，那些你正在将爱心一点点说出来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又不是这样了。好了，我们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光。来，请见证。我知道忽略你了，我以后会多陪陪你的。那你以后能分得清我们模型了吗？能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我心上。别哭。全世界说你越难离还需要别的愿望。来，这个送给你们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啊。